你身边有老人去过老年低价旅游团吗？出行一次只需上百元的团费，旅行社真的能靠这几百元的旅游费赚到钱吗？嗨，科普了，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低价旅行团为何这么便宜，究竟有什么套路？这些老年旅行团大多是面向退休后的中老年人，因为中老年人在退休后时间比较充裕，很多都有趁着自己的腿脚还利索出来转一转的想法。但是自驾游对于老年人来说又不现实，所以大多数老人都会选择跟团旅游。旅游这件事，如果说按正常的消费水准，将大巴车、景区门票、一日三餐住宿以及导游的费用加在一起，其实价格并不便宜。以西藏3日游为例，找旅行社报名跟团的时候，可以有2个选择：纯玩团和购物团。顾名思义，购物团就是规定在旅游的时候要抽出一部分时间进行商店购物，而且是在导游的带领下，必须去某些固定的商店，所以相对来说旅游的团费比较低。而纯玩团就是免了逛商店这一环节，旅行团成员可以自行选择要不要去商店，但是价格也要相对高一些。西藏旅游3天时间，纯玩团的价格一般在2000到4000元左右，购物团的价格一般在1200到2000元左右。不管是哪种旅游团，价格都比较高。普通旅行团价格不便宜，但是老年旅行团就不一样了。前几年国内的夕阳红旅行团越来越多，价格低到几百元还能理解，但是有的3日游价格只需要99块，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呀。按照正常的物价水平来看，100块可能连路费都不够，更别说还包吃包住包门票了。甚至有的旅行团还承诺给老人们送一些小礼品，比如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等等。这么划算的事情确实很容易吸引中老年人参加。那为什么旅行团的价位可以做到如此之低呢？他们又靠什么盈利？其实老年旅行团看似团费便宜，但是里面的套路非常多，一不注意就有可能中了商家的计，白花冤枉钱。一开始跟团旅游的老人们交了钱，就在约定的时间上车，这个时候低价旅游团的套路就已经开始了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旅游团的导游或者推销人员就开始给这些老年人洗脑，他们先用一些笑话或者节目表演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然后开始讲诸如养生、健康之类的理念。老人对这种身体健康的话题会很敏感，也更加容易被洗脑。这其实就是旅行团在为后面推销产品打下基础。一般到景点之后，导游并不会直接带老人们去游玩，而是安排各种各样的展销会，以各种理由将老人带进去。以前的低价旅游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强买强卖，但是现在这些导游和销售已经学聪明了，不用强买强卖，找一些嘴甜的姑娘来当销售，也能让老人心甘情愿地买他们的保健品。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这些销售一边叫着叔叔阿姨，一边讲着自己的产品有多高的科技含量，这时候老人们就很容易放下防备。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问题，一听到保健品对身体好这样的字眼，有时候难免脑袋一热。而旅行团推销的产品因为加上了健康养生的噱头，所以价格自然不低，随随便便一个小物件就能让他们收回旅游成本。这一点闪电哥深有体会。有一次我的爷爷跟团出去旅游，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枕头，当时他还很得意，说自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，原价1万多的养生枕头，自己花了不到1000就拿下了。家里人哭笑不得，在网上一查，一模一样的枕头59块还包邮，爷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。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，还有很多老人几百块钱买一口锅，几千块钱买一床被子，甚至有人说自己的父母报了168元北京3日游，结果被旅行社骗了1万多块钱，买回来一堆没人要的破烂。老人当时也是被导游和销售洗脑了，才花了这些冤枉钱。除了引导老人消费这种主要的盈利方式之外，这些老年旅行团还有另外的赚钱方式。首先就是不可避免的住宿和吃饭方面，平时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的地方可能都不便宜，一般价位在200块左右，吃的也是，吃一顿饭人均可能就要50到60块钱。但是跟团旅行就不一样了，一般旅行团有固定的民宿和餐馆，他们都是和旅行社有长期合作的，旅行团只需要把人带去就有很大的优惠，一间标价每晚200块的房间实际上只需要几十块钱。而且大家也都知道，便宜的跟团游吃饭都是吃大桌饭，只管吃饱不管吃好，10几个人一桌，可能还没有几个荤菜。
人均算下来可以说是非常便宜了。其次，由旅行团购买的景点门票和我们自己买的价格也是有差别的。旅行团或者导游买到的都是团体票，一般是8折、7折，甚至是半价票。而且有的景点老年人是免门票的，旅行团的成本就更低了，也就能从中获利了。老年旅行团看似价格便宜，实则套路最多。许多老年人没有防范意识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但是年轻人大多工作比较忙，能陪老人去旅行的时间很少。如果让老年人独自去旅行的话，又存在风险，因为老人年纪大，身体健康问题不能保证，有的可能患有各类疾病，万一在旅行的时候病发，没有人照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2大问题对老年人来说可谓是左右为难。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？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旅游经验，不少游客也都清楚了现在一些低价旅行团的套路，所以一些正规的旅行团又重新占据上风。只要在选择旅行团的时候抵制住低价诱惑，就很少会上当受骗了。如果要选择跟团旅游的话，一定要先去正规的旅行社咨询，确定没有隐形消费之后再做决定，也可以和子女商量一下再做决定。年轻人虽然工作忙，不能陪老人出去旅游，但是帮忙选择旅行团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就是老年人在跟团时选择纯玩团会比较好，虽然团费会高一些，但是减少进入景区的商店，可以避免很多老人被忽悠买一些又贵又没用的东西，而且还能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。最后，作为子女，一定要反复叮嘱老人理性消费，不要相信外面那些打着保健品的幌子乱卖东西的商店，或者就是让老人在购买东西之前询问一下家里人。如果导游在旅行过程中出现强制带老人购买东西的情况，一定不能姑息，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。如果意识到被景区的商店欺骗了，还可以通过一些官方旅游 APP 来投诉举报。比如某些景区常见的抽奖骗局，这些商店大厅售卖各类小商品，但是内部则是一些金银玉石专卖柜。当你买了小商品后，商店会让你抽奖，抽奖的结果自然都是1等奖和2等奖。商家会告诉你，你能够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到原价几千元的项链手镯。闪电哥当时就上当，买了将近1000元的产品。当然，我们当时也意识到这是个骗局，所以一回到酒店就将产品发给懂玉石的朋友鉴定，发现被骗后，立刻通过旅游 APP 找到了古城市场监察部的热线电话举报，最终把钱退了回来。这钱之所以能够拿回来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上当受骗，而且没有离开景区。商家担心事情闹大，所以只好退钱。虽然现在旅行团和导游的黑幕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，但是像闪电哥这样贪小便宜的人从来没有少过。再加上新型骗术层出不穷，令人防不胜防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，捏紧自己的钱袋子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